客户说这边一大早就断网了，但有时候又可以使用，就是卡得不得了，就把我喊了过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我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这边的部门是非常的多，而且到处都有光猫、路由器和交换机，搞得我都分不清都有哪些设备是负责他们部门的了。所以我只能从一台断网的电脑开始下手了。我对准图标右键，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，然后打开本地链接，我点开详细信息。当我看到169开头的 IP 地址，那我就明白是什么故障了。如果电脑出现169开头的地址，你就要检查它的线路了，因为这种情况是电脑没有拿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所以就没办法上网。哇，这里还有个录像机哦。开始我还以为是电脑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是后面捋了下，它并没有接在交换机上，而是顺着这条线去了另一个方向。我也顺着这条线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个交换机。幸运的是主路由也在这里，这就省了不少事。我看了下灯，发现它爆闪的厉害，那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那灯闪的这么厉害，肯定有环路了，这个有人插错线了。来，这条线呢？我看到这条线，要不就是它这个水晶头掐的时候有。不对，你这属于环路了，你这种。这个路由器灯也闪得很厉害，我拿电脑来试一下。你这个有问题了，我把交换机的主线给拔了，然后接上我电脑上，先确定一下路由器能不能上网。路由器能上网的话，再解决交换机的问题。好在我电脑显示路由器是可以上网的 ，IP 地址也获取到了，是联网段的。我给电脑设置了一个联网段的 IP 地址，设置完毕后就开始拼地址了。192.168.0. 这里我已经拼通了，那么就把路由器接回交换机，开始找这条环路的网线。不过我当时闹了个乌龙，拔了很多线，拼还是没有通的。我以为是我运气差，但是全部的线都拔完后，拼还是没有通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我电脑没有接上交换机。当时我只能把电脑接上交换机，然后再挨条插回去，看看拼的变化了。现在是可以拼通的，然后就接这条。这条好像是从那边来的。这条是连出去外面的。这条正常，这条没事，这条正常。然后再接这条，看它接到哪条网络会崩掉。那个接龙吗？这条网络直接崩掉了。那就这条。当时运气挺好的，第二条接上去，拼就丢包了。后面我把全部的网线都接回去，拼再也没丢过包。那环路的网线只有这么一条，我用寻迹接上去，就开始了找线之旅。当时大概找了5、6个办公室，最终在这角落找到了这条线。在这里，现在一片响，一片响的话，把档位调低一点，就不响了。这条响。在选线仪选线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对线了，提升了工作效率不说，而且它还配了红光笔功能，不但可以寻网线，还可以寻光纤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我看了一下交换机的灯，它还是闪得那么厉害，但是我这边并没有看到插环路的网线，所以环路应该在另一个地方。还好他们知道哪里还有交换机，于是我就跟了过去。哇，你这里还有交换机啊！这边也闪得这么厉害。虽说交换机找到了，但奇怪的是，这边我也没有看到哪条线是插环路的，他们也不知道哪里还有交换机了，所以我只能用电脑来排查了。当时也是通过看拼拔线的方法，最终定位到了这条网线存在环路。那么就开始找这条线，看它是通向哪里的。调大功率。往那边走吧。往什么都没插，这个什么都没插。这种不是了，它不在这里，功率太大了。不响，排气它排跟电线在一起不容易这种。不响，这两条都不响。不对，不是这里。
一调大功率就都响了，按声音不对，调小功率就不响，那不是这两条线。还有电线在里面呢，还有电线里面。有电没事，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往这边找。你这个不好找哦。我拔那个出来就看到了。你这条肯定有问题了。不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这条不会在这里面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条应该在这交换机上，这线路应该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原来这边这条线应该是给这边这台电脑用的，然后有人把它插上去了。就这条线应该是放在这电脑上的，但是有人把它插上去了，然后整个网络崩掉了。验证一下。因为这边嘛，它响是响，但是声音不对。那边的话也是一样的，那应该就在这里了。降低档位。都响的情况下再降低档位。这条应该，这种的话就直接拔线了，不用找了。对了，原来这条线另头已经接交换机上了，这一头原本是要插电脑的，但是不知道是谁把它接回交换机上，导致整个网络都崩了。我把它拔了以后，大部分网络都恢复了过来，但他们说有台电脑还是不能上。我看了下 IP 地址才发现，这电脑还是内网的地址。这我就纳闷了，他们之前是怎么连外网的？直到另台电脑才给了我答案，原来他们电脑都是插2条网线的，正好这台电脑的附加网口坏了，导致外网迟迟没有接进来。我给他们换了新网卡后才发现，他们以前都是这么切换内外网的，比如想用外网了，那么就把内网给禁用，再双接启用外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上网了。想换回内网的话，那么就禁掉外网，再双接启用内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内网了。我也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方案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很多粉丝让我出一期解决家庭 WiFi 全覆盖的方案，正好这期是去粉丝家装 WiFi， 他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只在客厅里装了一个路由器，到了房间里，信号往往就不好使了。他家是3房1厅的，他买这个路由器好像1000块钱，但是不管多少钱的路由器，一旦隔墙，信号同样大打折扣，买所谓的穿墙王，完全是交智商税。所以我准备了 AC 加 AP 的组合。等一下，什么是 AC 和 AP？AC 是负责把网络传输给 AP 的，这个你可以理解成路由器。AP 接到了 AC 的传输过来的网络，它就把网络转换成无线网络，这个就是 WiFi 的原型。每个房间装一个 AC 会把这4个 WiFi 合并成一个巨大的 WiFi。你走到卧室，它就自动连到卧室的 WiFi；你走到客厅，它就会连接到客厅的 WiFi， 全程都是一个名字的，所以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，信号永远都是满格的。其实我们的手机信号也是这个原理。再问一下，这个安装有难度吗？安装方法也很简单，你打上水晶头，然后上好螺丝，就算是安装完成了。它的网口还可以支持电脑，也可以支持电视播放，它的颜色也可以任意选择，这样既美观又实用。好了，装好后我们来试试网络吧。那是人少钱多，还是一个个都是隐形外卖，2块钱点的肯德基不香吗？很多人这是怎么分？300块钱拿不过来20，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这不是华为刚才我之前只能出掉，还出厂一大载的货，很多粉丝朋友都在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用？